好，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Z 轉換了。那 Z 轉換呢，是接續着我們之前的脈衝響應。好，這是頻率響應。然後呢，脈衝響應。那我們要提出一個叫做 Z 轉換了，它呢是寫成像這樣子 Z。好，那它的目的呢，其實重點是在於說想要簡化我們的運算。好，我們在我們的頻率響應裡面，我們的這一項有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hat。好 ，exponential j omega hat。那 exponential 就很討厭了，你還有 j 啊，這兩個同時存在，其實在我們的運算上面是非常的複雜。那 Z 轉換呢，其實基本上呢，它想要簡化這個運算。那提出一個方式哦，基本上就是將新產生一個變數呢，叫做 z， 我令 z 等於 exponential j omega hat， 想辦法一次呢將 exponential 跟 j 呢完完全全的藏起來，好，包入一個 z 的變數裡面。那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上一章講的這個頻率響應，好，它會等於 summation 的這個對 k 做 summation， 好 h of k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， 好乘上 k， 這樣子的運算呢，它就會變成是 h of z。好，等於什麼？等於summation 的 k h of k z 的好負 k， 对 z 等於這邊這一項了。啊，這一項換成 z。好，那基本上這一個式子哦，就是我們說的 z 轉換。Z transform， 所以 Z transform 它的目的是什麼？它的目的其實就是在於說，我們能夠把頻率響應的運算呢，來把它簡化。OK， 那我們呢，在這個FIR 的系統，或者是我們的 LTI 系統裡面呢，我們之前已經講到了一個叫做 time domain， 好，時間的 domain，time domain。那我們提出了一種運算呢，就是 convolution 的運算，也就是輸出訊號，它會等於就是脈衝響應。跟這個輸入訊號，好，來做 convolution， 這是我們的 time domain 的運算。那我們有另外一個 domain 呢，叫做 frequency domain。那我們有一個運算是，我們可以求得一個系統的頻率響應呢。它呢會等於，如果我有一個系統的這個脈衝響應，好，那我就可以用這個公式負 j omega hat k， 好，這個公式來求得我有脈衝響應，好，我就可以求得它的頻率響應。那我們現在新提出來的這個 Z 轉換呢，就是我們要能夠游走在這。好，我們新提出一個 Z domain， 好 ，Z transform 的 domain， 或者是我們簡稱 Z domain。好，那我們提出一個新的這個函數呢，叫做 h of z。那你看，注意我們這邊是大 H，
好，所以它的概念呢，概念上事實上是比較接近頻率響應，對，大 H。那我們要能夠想辦法游走，好，我們的計算中間呢，能夠游走在這3個 domain 之間。然後呢，我們的系統擁有脈衝響應、頻率響應，跟我們的 Z domain 的響應。那其實我們不要想得太複雜，Z domain 的這個響應呢，它基本上跟頻率響應是一樣的意思。那我們只是將 Z 呢，好，代換成這個 exponential j omega hat。那這樣子整個事情就會變簡單很多。好，我們的 convolution 運算會變得簡單，然後我們的這個頻率響應的運算也會變得簡單。好，那之後我們就會示範說，其實我們用 Z 轉換以後啊，好 convolution 的計算呢，不過就是一個多項式的乘法而已。好，那其實蠻容易來計算的。那我們會希望在這3個 domain 之間換來換去啊，所以我們可以將好，我們現在等一下會練習 h of n 換到好大的 h of z， 那之後呢，我們也會反過來啊 ，h of z 又換回 x of n。那這裡面不只是脈冲響應可以換，事實上我們的訊號，好，我們的訊號不管是輸入訊號還是輸出訊號，它一樣都可以換成 Z domain。比如說，我們如果有一個 S of n， 好，我们也可以透過同樣的公式，將它換成大的 X of Z。好，訊號呢，它也有 Z 轉換，然後我們的系統呢，一樣有 Z 轉換。那一樣，我們可以從 X 的 Z 轉換呢，再把它轉回訊號。好 ，S of Z。那我們要能夠很自如的在這2個 domain 之間呢，轉來轉去。好，那就可以簡化蠻多運算的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哦，我們的公式是這樣子。好，Z 轉換的公式。Z 轉換的公式是這樣子，就是 h of z， 它呢就等於 summation。那我們可以不用 k 了，好，用 n 就可以。h of n z 的負 n， 好，那你這全部換成 k， 好，它一樣是一樣的意思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你要求訊號的 z 轉換呢，它的公式是完全一樣的。好 ，z 等於 summation 的 n。S of n z 的負 n， 啊，它基本上它的公式是一樣的。那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哦。如果我們有一個脈衝響應，好，它是怎麼樣？20 負302。啊，那如果沒有特別去強調的話，這一個通常是指 n 等於0，也就是我的脈衝響應是一個20負302的這樣的一個系統。那你當然也可以寫成說 h of n 好等於這個2的 delta n 加上0倍的 delta n 減1。減3倍的 delta n 減2，加上0倍的 delta n 減3，再加上2倍的 delta n 減4。好，那這一個表達法跟這個表達法2個是一樣的意思。好，
那我現在要求的是這個 h of z 嘛 ，h of z， 那你就把公式寫出來，它呢是對於所有的 n 來做這個 summation，h of n z 的負 n， 好，那對於所有的 h of n 做 summation 嘛 ，h of n 呢只在0的時候有值，2的时候有值，4的时候有值。所以它就會等於 h of 0乘上 z 的負0加上 n 等於2，好 n 等於4，加上 h of 2，好 n 代2 z 的負2。加上 h of 4 z 的負4，這樣，然後呢，你再把它帶進去 ，h of 0等於2，就是2的 z 負0嘛，0次方等於1，要不用算，加上 h of 2，好等於負3，所以減3倍的 z 負2，然後加上2倍的 z 負4，其實就是一個力轉換。那之後我們會學到，事實上我們z 轉換呢，我们会把它表示成是一個 z 的多項式，而且呢，它會是一個 z 負1的多項式 ，z 負1的 polynomial。基本上 z 負1呢，它所代表的系統就是單位延遲。那還記得我們的 LTI 系統，我們的 FIR 系統，它的運算就是乘法、加法跟延遲3個運算。那既然延遲是一個很重要的 element，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看着延遲。好 ，z 負1呢就是延遲1的系統 ，z 負2就是延遲2的系統。好，那之後就會看到。所以呢，它就會等於2減3z 負1的平方加上2z 負1的4次方。那基本上這裡這樣也對，好，那這樣也對，兩個都是一樣的意思。我這裡只是希望能夠表達說 z 負1啊，它可以表示成一個 z 負1的多項式。那我們再來練習一個題目，假設我有一個訊號 s of n， 它呢等於，好，就是242、246。26、42，好，接下來都是0。那我想要求 s of n 的 z 轉換，啊，一樣哦，這裡是 n 等於0。那求得 s of n 的 z 轉換呢 ？s of z 它就等於 summation 對所有的 n 做 summation， s of n z 的負 n， 所以呢，它就會等於 s of 0 z 的負0，好，0、1、2、3、4，加上 n 代1 s of 1 z 的負1，加上 s of 2 z 的負2，加上 s of 3 z 的負3，加上0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到4 s of 4 z 的負4，所以把它帶進去，2加上4的 z 負1，
加上6倍的 z 負2，加上4倍的 z 負3，加上2倍的 z 負4。好，所以呢，這一個呢就是訊號的 z 轉換。好，訊號的 z 轉換。那我們可以求得我們的脈衝響應呢 h of n 可以換到 z domain。好，我們的訊號呢一樣可以換到 z domain。就是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讯號在 time domain 做運算，所有的讯號在 frequency domain 做運算。那一樣，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讯號呢放在我們的 z domain 來做運算。OK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刚才的這個 z 轉換哦。就我發現說，這一項，啊，就是時間等於時間等於0的時候，它的這個訊號值，時間等於1的訊號值，時間等於2，時間等於3，時間等於4。也就是說，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得到一個大概的 idea 是什麼？啊，你可以得到一個大概 idea 是說，其實你要從 s of z 把它換回 x of n， 其實是蠻簡單的啊，因為 z 負1，啊 z 負1所帶它的係數其實就是時間為1的時候它的訊號值。z 負2呢，它的係數就是時間為2的時候它的訊號值。也就是說啊，假設今天的題目變成這樣，好，我有一個 x of z， 它是等於1減2z 負1加上3z 負3減 z 的負5。假設我的系統我的訊號的 z 轉換變成是這樣子，其實我可以蠻容易的去知道我的訊號大概是長什麼樣子。我的訊號，好，就是s of n， 它應該是長這個樣子。在這一項是對應到 z 的負0嘛，也就是說 n 等於0的時候，訊號呢等於1，對不對？那 n 等於1的時候 ，z 負1就對應到訊號時間為1的訊號嘛，所以 n 等於1的時候，訊號為負2。n 等於這個負3的n 等於3的時候，訊號為3。n 等於5的時候呢，訊號為負1，對不對？也就是說，我的訊號應該是一個1，好，1負2。0 3 0負1。好，如果我知道我的讯號的 z 轉換，我就可以求得我的讯號的本身是什麼，原來的讯號是什麼。好，我可以求得原來讯號的 sequence 是什麼。那你當然也可以說，哦 ，OK， 其實啊，這個原來的 s of n 呢，它會等於，你也可以寫成這樣的表示法，那你也可以寫成一連串的脈衝的表示法 ，delta n 減2 delta n 減1，對不對？我在時間為1的時候有一個負2，好，加上0 1 2 3，好，時間為3的這個時間點呢，
時間為30年，有個脈衝，它的強度呢有3那麼強，好，它的強度有3那麼強。那時間為5的時候，啊，有一個-1，這個強度的 delta。所以我們現在就已經學會說，我們可以在這幾個 domain 之間來換來換去。啊，一下子是這個 z domain， 然後呢，一下子是這個，就是 S of n 的 sequence， 或者是我們用 delta 的方式呢來表達它。OK， 所以我們這個是第一步的這個 z 轉換的轉換關係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想要來看說，我們在我們的這個應用在我們的系統裡面的時候，好，就是比如說我們應用在我們的 FIR filter， 應用在我們的 LTI 系統，它看起來像会是怎麼樣？比如說，如果我有一個系統是這樣子，好，就是我有一個系統 FIR 的系統 y of n 等於6的 s of n 減5倍的 s of n 減1加上 s of n 減2。好，那我現在請問你，告訴我系統的 h of z。好，告訴我們系統的 h of z。那要如何來做計算？好，那你要求的 h of z， 你要求的大 H， 那你就先求小 h 嘛。小 h of n， 對不对？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就是你把 s of n 帶入 impulse， 然後去看看 impulse response。那帶入 impulse h of n 等於6的 delta of n 減掉5倍的 delta n 減1加上 delta 的 n 減2。好，這個是系統的這個脈衝響應。接下來你就可以求 h of z 啦，對不對？因為 h of z 等於什麼？對所有的 n 做 summation，h of n z 的負 n。好，所以 h of z 它就等於我對所有的 s of n 做 summation 嘛。那哪些 h of n 有值呢 ？n 带0的時候有值 ，n 带1的時候有值 ，n 带2的時候有值。也就是說，我只有三個可能啊，一個就是 h of 0。z 的負0，加上 h of 1 z 的負1，加上 h of 2 z 的負2。那基本上這一步是不用寫了，好，這只是說我們在腦海裡面去想這個 summation 的公式是什麼。那 h of 0呢 ？n 带0，只有這項留着，其他這2項都沒有，所以就是6。減掉5倍的 z 負1，那再加上1倍的 z 負2，所以我可以從脈衝響應轉到 z domain 的 transform。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從這個 FIR 系統開始啊，對不對 ？FIR 的系統，我先給你。你求得小 h 就是 impulse response， 那接下來呢，你用 z 轉換的公式呢來求得系統的 z 轉換，所以現在我要求得系統的 z 轉換也很簡單的。好，那其實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啊，好，就是你用脈衝響應帶進去之後，你把它換成 z 轉換是蠻簡單的。那假
假設我再把這個問題呢再更簡化一點，好，更簡化一點。如果我的系統呢是一個 delay system， 好 ，unit delay， 好，單位延遲系統，它是看起来像這樣子，就是我的輸入是 s of n， 然後呢，我輸入我的系統。單位延遲嘛，所以就是 yn 等於 s of n 減1，就是單位延遲系統。那接下來要你求這個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或者是它的 Z 轉換呢？你當然知道說這個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就等於 delta n 減1，於是你要算出它的 Z 轉換 h of z 等於 summation 的 n h of n z 的負 n， 它呢只有在 n 帶1的時候有值，也就是 h of 1乘上 z 的負1。也就是等於 h of 1嘛 ，n 帶1的時候，這項是1，所以是負1。所以我們這裡看到的一個東西哦，如果是單位延遲系統，我的系統呢就是一個 z 負1的系統，好，所以化成系統，我其實可以把單位延遲系統表達成這樣 z 負1，單位延遲系統，對不對？那延遲兩個的系統呢，其實就是 z 負2啊。好，所以這一個我們有沒有講過？我們的單位延遲系統就是我們的 FIR 的系統的一個重要的 block， 重要的元素。那我們以後就會用 z 負1呢來表達單位延遲系統。那 z 負1之所以重要，啊 ，z 負1之所以重要，就是它是我們的一個元素嘛。我們看到 z 負1，我們就知道說 ，OK， 我這邊要加一個單位延遲，我加一個單位的正反器。好。